鸿蒙平板就挺特别的，硬件呢确实算不上顶级，但却有着其他安卓平板都没有的协同能力。前段时间，华为发布了首发搭载鸿蒙3的 MatePad Pro 11，我就赶紧搞了一台来试试。对比1年前我推荐的那台 MatePad 11，它好了一些，也贵了一点。那么在3000价位段，这台 Pro 还值得推荐吗？新平板上手，简单过一下。摄像头这里还是一个家族式的圆环，稍手掂量一下，这个背面比一般的磨砂多了一些颗粒感，拿着就比较防滑。5.9毫米的厚度，外加449克的重量，对于一个11寸的平板来说够极致。OLED 屏观感不错，扬声器4个升级到6个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总的来说，这台 MatePad Pro 11初上手给我的印象还不错，低调商务，确实有 Mate 的味道，但硬件上依然有一些槽点，比如说这个平板上的挖孔，对于一个11寸的平板来说，显然是有点难以接受的。一般中置挖孔的平板，线上会议或者是其他需要开启前摄像头的时候，一打开画面是这样的，侧面挖孔的效果就会是这样。实际上，广受好评的内存卡拓展居然没了，对于这个价位的平板来说，确实太痛了。充电头这回倒是不空气了，但是刀法精湛，40瓦快充，你给个22.5瓦的头，要快充你还得自己买，反向环保了试一试。我手上的这台是标准版，好，忍了。往上一看，性能版明明支持66瓦快充，但也是标配一个40瓦的充电头啊，这。对于平板来说，硬件肯定不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大家最看重的还是它的软件生态。华为在这块的体验一直做得很不错。这台 MatePad 发布时候最大的亮点，也就是它首发搭载的鸿蒙3。下面就和大家说一下我对这个新系统的感受。首先就是这次的笔记软件，华为平板的手写体验一直都在第1梯队，这就很亏啊！你看，第2梯队进步是进步到第1梯队，第1梯队进步完还是第1梯队。这位 MatePad Pro 11自带的华为笔记在延迟控制上又进了一步，只不过这种进步目前仅限于华为笔记中，第三方的软件依然存在广告，尤其是未做适配的，响应速度也不如原生的系统软件。对比之前勉强运用的备忘录，华为把常用的笔记功能都给你了，但是跟 iPad 上面那些老牌软件比起来，体验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，这个还是只能期待后续优化了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，你也可以用手写来做文字输入，看我写一个中英文加数字的混合，然后手写转文本。你看它的识别率还是挺准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插入到文档里面去了。这样子呢就可以删除，这样子就是全选。这里还有一个快速标注，这个快速标注呢，它不会对你的文字有影响，因为它过3秒钟之后就会消失，就非常适合用来给别人讲解一下文档。这次华为笔记还增加了导入 PDF 的功能，史诗级升级。别人发过来一个 PDF， 你可以快速批注一下反馈回去。还有这个笔记里面自带的取色器，不仅可以跨应用取色，甚至连手机投屏过来的画面也可以直接取色。华为直接把这个功能做到了系统级。你比方说我在手机上面看到了一个合适的颜色，协同过来直接就可以在平板上面取色。总的来说，在平板上面做笔记的体验下限是稳住了。那绘画软件，华为你懂我意思吧？然后咱们来讲讲鸿蒙3，流畅度这些就不用多说了。鸿蒙之前的这个服务卡片，要我说把软件功能拆出来做大图标，好看是好看，这功能不多，还挺占地方。现在终于可以把它们自由组合叠放在一起，节省空间。现在 MatePad 上的文件夹长按后就可以直接滑动调节大小，而且直接就能点开软件。再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功能，现在你可以把平板里的软件按颜色分类，这活也太细了。也可以按功能分类软件，对于喜欢一次性装很多 app 的小伙伴来说，这个功能太合理了。鸿蒙的多设备联动一直做得很不错，原先的多屏协同、摄像头跨设备调用这些都已经不需要炫技了，只能算基操。新加入的这个移动通信共享就很有意思了，跟手机开热点的体验完全不同。以前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想要让你的平板能够上网，你需要打开手机、打开热点、设置密码、打开平板的 WiFi 开关、链接、输入密码。而现在你只需要在超级终端里面连接好，选择共享网络，就可以直接共享手机的通信能力。注意是通信能力，验证码、短信直接显示在平板上。打电话、接电话、发短信，原本手机干的活，现在全部都可以在平板上独立完成。我还试着跑了一下网速测试，平板和手机本体之间的差距也不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要是有华为的手机，是不是就不用买全网通的平板了？平板对于手机应用的适配一直都是厂商的主战场，如果系统没有做好，那平板用起来就会像是一个大号手机，非常鸡肋。华为在一直稳定发挥的平行世界上又加入了新功能。你看，我现在打开这个 B 站，它就是一个很常规的平行世界，按住这个小横条往这里一拖，它就变成一个小窗了。
然后我再开一个，再往这里一拖，又来一个小窗。加上平行世界本身的这2个窗口，现在就是一个软件里面可以开出4个窗口。悬浮小窗的触发逻辑现在也有优化了，应用界面上滑，向右可以开启小窗，向左滑多开一个应用就可以直接分屏，把小窗直接拖到屏幕的边缘，挂在后台，一次性最多可以挂10个。多开的小窗不用了，就可以拖动到屏幕的底部，一次性全部清空。至于这次鸿蒙3的其他重要更新，比如远程操纵 PC 功能，我手头还没有华为的 PC， 暂时测不了，不然的话我还是挺想试试看的。它还支持在平板上跑电脑应用，目前是仅仅适配了 WPS 功能，还在内测，等开放公测了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体验。就目前我体验到的功能来讲啊，鸿蒙3对比前代并没有太多颠覆性的改变，更多的还是体验上的优化，让人挑不出太多毛病。新增的功能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总结一下，对比标准版11、Pro11升级了屏幕、外放、电池这些硬件配置，首发的鸿蒙3.0发挥依旧稳定，确实对得起 Pro 的这个名字。升级的平行世界带来更便捷的手势操作，手写的体验更上一层楼。在同价位还行，但跟 iPad Pro 比肯定还是有差距。多设备联动的摄像很牛，但如果你手头没有华为的其他设备，那这块平板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超越安卓竞品的手写体验。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平板既可以看视频娱乐，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展现一些生产力，那 MatePad Pro 11算是今年这个价位的平板里面一个不容易出错的选择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、关注我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